因为北京微博它的班位比较固定，鲁班大师加上一个杨戬，而破军他在蓝色方他的班位就比较灵活了。他蓝色方的话，他有搬过叱咤，有搬过关羽这种。这把破军是搬了盾山，这把感觉像盾山空空二，就是搬辅助了。他要搬就是直接把强势符全搬，要不搬就全放，就这样的一个思路。反正你一个位置最多就选一个英雄。盾山空空二之后抢什么呢？现在在外面的强势英雄无言还有一手马超，他们的曹操，这不是蓝了一手暖阳出野河吗？暖阳阿古朵用了，阿古朵最好打海月了，但现在阿古朵没了，要么就选一个谭野 all in， 朵莉亚 all in 吗？估计朵莉亚夏侯惇 all in 了。在天，威临四野。你要拆吗？放马过来吧！破军拆了，他也没什么好的组合，应该就是拿自己的东西。马超，刚好你出的是敖影，我这边擅长的是马超，马超打敖影，团战很好切。是的，那就微博这边应该是要拿一个朵莉亚来顶强度，不要夏洛特，先选对位了。总是很棘手。这朵莉亚后续应该可以处理掉了，要被搬宫本。现在冉翔他所擅长的英雄还有飞在外面，他甚至在上一个大场最后是选到了一手诸葛亮打野。是的，他的英雄池很深的。橘子也还在，但橘子打右边这个阵容的话，感觉并没有那么好用。右边主要看听乐吧，我觉得听乐今天选什么英雄很重要。朵莉亚没了，小乔给你搬了。打海月的话，远程法师会比较占优势，但是女娲没了，还有嬴政传，或者听乐为了拉强度，自己也来一把安琪拉。他之前武则天打出来的效果也还行。张良打马超，限制马超的进场，而且增加了阵容的主动性。那他的中路选择可以是干将莫邪，也可以是安琪拉，反正选择就多了。对，如果是凯的话，建议是干将莫邪，爆发伤害秒掉，爆发很高。现在小太大爷都没有，小乔是搬掉了，对，没小乔了。太乙真人，太乙加仓，这样干将的消耗会让左边挺难受的。这把又有个张良打顺风之后可以盯着马超，这样就没有人能切后排了。然后潇洒的意思是中路位置就是在嬴政和干将做一个选择，还有安琪拉嘛？我说的是安琪拉跟那个干将，嬴政不考虑，因为他拿那个张良了，就是拿两个爆发最高的，但是优选肯定是干将了，因为干将打凯很舒服，而且这套阵容一旦顺风之后，左边就没有什么能切这个干将莫邪的了，因为张良的大招就不用先手，就盯着这个马超，就相当于右边手长打手短，也是北京微博擅长的运营的方式，就是我不打架，我逼你过来开我，只要我拿到顺风。所以破军这套阵容，他其实发一点也挺多的，但是他因为有海月，有他也有两个开团点，我不知道他们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脑洞去找微博的麻烦。他这波的话，如果说正面，比如说打3v3、4v4的小规模团战，可能并不占优，因为他的这个主力点仓和马超都是要偏发育的。但是当凯过来参战的时候呢，就是如果说打起来，坦度伤害还是有的。对，因为凯的话前面他其实看那个干将莫邪的技能嘛，或者说太乙在旁边的情况下能帮他拆火，他也可以硬顶硬吃张良的大招，然后把这波团开起来。因为敖影这边的输出前期不够，主要依赖于干将莫邪。但同样，这也是青训破军在这场 BO7中其实拿到一个几乎最发育的一个阵容了。但是他们的手法够硬啊，这个无言的马超也很厉害，不知道子墨这边能不能盯辅，就对位盯防住，不让这个马超发育起来。是的。北京微博能不能把比赛拖入巅峰对决？上一场比赛的话，青训破军是在巅峰对决战胜了 KSG， 但当时他是追分的那一个，现在他在守卫自己的赛点局，北京微博能不能迎难而上，顶住这份压力？其实来到现在一个3比2破军领先的局面，对于破军的选手心态上已经非常优了。对，他其实没有什么压力，即便这把输了，也有一个巅峰对决的选边权。来吧，进入比赛，蓝色方青训破军，红色方北京微博。这个位置要死了，再炸！
才35秒钟，一血没了。九星继上一把苏烈之后，现在连续阵亡啊！你是对的，不管什么阵容都要打，蓄满来一套。这应该是在河道的时候，当时凯开中右视野，刚好太乙真人走下路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张良在河道，就把他给夹过去了，被包了。交了闪还没有拉开，主要是被太乙续炸了。要太乙那个一被张良闪现躲开，没有续的话，这波就不会死。但当上路再找一波麻烦，这样子墨如果拿不到这个劣质的话，就很伤。打野来了，还行，能守。哎，这个位置这个强，听月想留技能抢这个赤甲，这波应该是草里对太乙真人留了一手，就提前站好的位置啊。嗯，凯刚好在这边开视野，其实他们这个站位可能是开局想进蓝。凯当时是往对面蓝 buff 看了一眼，但他进蓝的话有个点就是他仓是后线，就是相当于放这波下路线打，就是打一个时间差。先看上路这一波，马超过来，又是九星又倒一次，闪现无言拿到张良的人头。这马超能再拿一个吗？再来一个人头被海月给拿到3-0，这大顺风开局，还没等节奏，发动机张良到4级，张良已经死了2次了。关键还给马超拿了个击杀，那子墨这线上就难玩了呀。子墨闪现都没了，而且马超有人头的进账啊，这是在帮左边提速了呀。这个节奏打下去，不知道当时这波团是因为什么打起来了。下路。现在是一个3线列，而且马超有人头的进账之后呢，夏洛特打马超的一个优势，在经济劣势情况下也就荡然无存了。经济落后1006。听月说，我还没发力呢。这经济就先打逆风局。这把干将的发力还是得看张良的开团啊。对啊，就是他们两个，这 combo 能不能接好？找人少的一边去打架。不要等太乙真人跟队友抱团的时候，你去跟对面打，那这样太乙的复活就能化解你张良的大招。看这波要不要摁？给一号应该能秒。这是微博最舒适的节奏，让太乙真人直接开扑大。一波波打回来，上路这一波。是微博3人想蹲一波马超，但是被对面主要是的中府赶过来支援了。他夏侯当着面交完1技能之后呢，马超知道没控制了，拦不住，就一直往前追着张良去捅。而且张良当时是2级还是3级？ 3级，就没有什么压力打你。金羽波军依旧有着小幅的经济优势。但微博能扳回来，能拖。对他这个阵容抓边还是非常好抓的，主要看破军能怎么去防对手张良节奏。海月知道中路头有人，所有人把团抱紧一点，能够去拆一下张良的捏。这波两边的打野要互相，好像都想要争一下这个暴君，都到了，这条暴君都不想放。两边的对抗路先过中，正面的话先打，暖阳的位置被逼了，但是他有逞。海月要不要把他拉走？没先拉走，抢到，而且拉进去之后伤害肯定不够，但是正面凯把人逼走了，得有人来接一下这个夏侯才行。夏侯都没大招啊，出来要交大了，但海月交闪。干将4箭跟上，张良再捏一下，太乙真人倒。所以的话，敖鹰也把仓给打残，低了仓一个闪现，这波团微博很赚啊。是。这红差一点抢到，主要夏侯那个位置呢，其实第一时间很暧昧，也无法判断他是来想抢龙还是打人。北京微博其他几个人已经拉开了，结果他一个人，海域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拉他。我觉得这是暖阳自己玩到谭野，对于谭野的坦度的理解比较到位吧。对，即便旁边没有队友，他知道对面的海月想干嘛，但是海月动手慢了。被暖阳先抢了龙之后才拉了进去，相当于我都把龙抢完了，你把我拉进去，相当于给了我一段比较舒适的队友找位置的时间，这第一时间不会被集火。等我的队友差不多赶过来的时候就能接了。主要是当时干将那4箭是他自己瞄的，是4箭先出去之后张良，然后大招摁住了太乙。主要前置的伤害呢，夏侯已经吃住了。
也是3-0人头落后，同样也是暖阳的谭野，在巅峰对决曾经见到过这一幕。当时面对成都一级常会，北京微博也是陷入到开局的一个大逆风，然后通过几波耶夫的联动找回场子。但破军又开始了自己的角色，包半图，打张良阵容更是如此，要抱团抱得更加的紧凑一些，只打2线。这么张良的先手可能要被秒，这波怎么有点愣住了？他应该是觉得自己第一时间就被秒了，然后愣了一下，其实对，感觉好像往后还有点，走好像能抢救一下，或者有机会摁个大招先。因为当时破军第一套 combo 控制就走了已经，激活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倒，当时一瞬间。这样马超截波线上路线清完，双方回合制。海月卡一下夏洛特回线的位置，中路也是优先清线，这边拉走，看谁的队友先赶到正面。张良的大招应该马上就能转好。凯开大想逼人，2技能顶回来，张良的大招还没转好，干将4剑没有太好的效果，回头再扎太乙真人给一个复活，这边夏侯惇很顶，被动血越打越多，先手仓的人头，这样的话夏侯惇闪现过来再做追击，太乙真人没有复活，闪现也交过了，跟上2剑误伤伤害，一波0换2，还能打一波蓝 buff 野区和中路的伊塔。两边打上头了，谁也不让谁，你进我野区，打赢之后呢反进蓝区。经济差瞬间反超，这波大节奏，微博基本上奠定了一个很大的领先。感觉巅峰对决越来越近。因为当时海月拉人的时候，其实大部队都在往过赶，两边的支援差不多同时抵达，但是因为北京微博自己的野区，它的那个地形比较有优势，而当时破军他所有人，尤其是凯，当时是想去杀从幻境里边出来的夏洛特。他也砍不到后排，就只能砍那个夏洛特，夏洛特又吃得住伤害，而且第一时间集火这个夏侯没有秒掉，对他等于说打了这2个人都打不死一瞬间，然后后边张良等到大招好了之后直接锁到了仓，这波想镜像带塔，但夏洛特过来协防的速度要更快一点，上路2塔是换不掉的。太乙还要上去开啊？对，没队友来解啊！啊！被秒，看出大。凯绕过来，这马超也要来吗？感觉有点葫芦娃。感觉这个红得让了，夏侯锁过去，队友跟上伤害，把凯给逼走，红 buff 再反掉。这个经济差要拉开蛮多了，下路甚至有机会打波高地。是，太乙真人不在，他张良就有点像上一局的安琪拉，你只要来看，打一套。是的，尤其是他这盘张良其实锁到了很多次太乙真人，导致了太乙真人这个大招根本开不出来，直接被秒。下路高地直接没了，这才8分37秒，微博优势很大。现在微博不用着急了，他们这个阵容优势之后，就等干将跟敖乙慢慢抽前排消耗，逼破军着急上来开团，张良用作反手，或者说张良用大招留那种脱节的。他们只需要防止10分钟千运破军去换龙就可以了。目前这把应该是干将双局，这个局势现在干将的环境很好，而且还有蓝 buff 的待遇。主要张良就在旁边，这马超也不太敢进来切他。对，马超能切干将的前提是太乙真跟凯做好联动，凯上去逼张良交大招给自己的情况之下，太乙真帮忙拆火给复活。对，这样他们这个团才能进行到第2阶段。先看这一波。带3000经济优势，上路兵线截完，这是10分钟一波优远边线。微博还是想控这个红 buff， 上路线已经截完了，要往红 buff 也去压了。暖阳先手开路，现在仓打这个夏侯有点打不动，真打不动。然后夏洛特又追着马超锤，这马超过来，这波好像青云波就不想走了，拉进去一个，看正面，敖乙先倒了。那这个位置夏洛特出来要被守啊，暖阳过来要救兄弟，要救吗？要救自己可能不太好走啊，龙拍一下，干将剑很准，先把马超打残，但大招都没打出来。看后排，凯往前做追击，柚子的海月是被换掉，凯能收掉这干将人头吗？2技能收掉了，而且自己应该还有机会走。先过墙，马超接一接，哇，真的是双方的上野互相搀扶啊！是的，他这波好像还想追，暖阳打着打阳，现在满血了。
没有人能处理这个下后蹲。过来能锁到吗？大招拦路，看一技技能拍，没拍到，那距离不够留不住了，可以开龙了。因为破军状态全部不好，凯的状态蓝量不够，这条龙没办法过来争。这波北京微博是一个4打5的团战打赢。主要是小麦当时他是不是闪现进去想补伤害，一瞬间被控死了，大招没开。这条龙有想法，但是凯的张良惩击第一只要时间没赚好按住凯就啊行了。凯没赚好，暖阳把这个暗影暴君给收下来，太乙真人再次被瞬秒，自己给自己复活，闪现拉开，海月拉一个进去，干将4阶给上，再来2阶，距离差一点点，干将最后2阶没有跟上，但九星这个位置自己抓得很残，敖鹰也被打成一个丝血，大招给马超，捏一下教辉月往后拉，苍这一发强普没 A 出来，马超也是丝血，10个人一波技能的交互，没有任何人头的阵亡，好惊险呀，都是丝血逃脱。这波张良大招留得很好，他如果先手交了，这个马超就不好管了。他一直在等马超进场收割。对，来看一下这波团啊，小麦闪现过来想打输出的一瞬间，直接被控死了。对。然后凯是分割了对面的输出点，但是正面这个夏侯惇你看没人管，小雨打不动这个夏侯惇。对，暖阳在这很无敌。这苍干脆就不 A 他了，所以这个战场被分割成好多块了。嗯。马超丝血靠着野怪回上来了一些。那现在这几波打赢之后呢，北京微博把经济优势拉的其实非常大，5000经济差。上路先磨一波高地。哎呦，这剑感觉不靠张良的捏啊，自己的准头就很好。是啊，这种优势之后，就是保着一个炮台法是无限去消耗对面，然后拿资源。左边在前置的技能消耗上，好像也只能靠苍的强化普攻，其他人的手是偏短的。苍现在消耗根本抵不过干将，而且他消耗跳起来一瞬间，很容易被干将梦魇抓 timing。对，直接4剑甩你脸上，甩你那个一技能落点。每一个草，北京微博耐心的去探。这红 buff 对于青训破军来讲不太好守，把人逼走，红 buff 反掉，还想去开团，干将4剑压位置。13分钟，5000经济优势，3路兵线齐进，单边视野是完全被缩在高地塔下。看干将的前置伤害了，4剑。他现在就是把谁打残都行，推高地是第一要务。先把3高破了，中路高地差欧印那发龙魂，但是求稳算了，等上路的暗影先锋。这波3高是没有任何悬念的。3火抽凯，他一闪开，突然开到了干将，但干将这边有盾闪现拉开了，往后拉开，夏侯给正面，干将4剑给上，太乙真人给上一个复活，凯先被打出一个复活，再跟上2剑，自己没有复活甲，正面坦克先倒，那后续前面换的那个韧性鞋真的是伏笔啊，救了自己，救一大命啊！这样的话，夏洛特闪现拉开，海域没有大招的敖影跟上一个输出，自己还有大招能做一个自保，收了海域的人头，这样的话后面还有3路超级兵，往后马超想做吃笋，想收干将，但是正面怎么办？兵线有点清不掉，巅峰对决要来了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。今天强队亦有他的韧性，新人有冲劲儿，老牌强队亦有底蕴。